巴扎哇哦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鹤棣。当演员和参加综艺，你觉得对自己最大的挑战分别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演员是我自己的一个本职工作，就是他的挑战可能就是每一部戏的挑战吧，然后你去完成工作啊，或者是就是去演好每一场戏，这是我觉得是一个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综艺节目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点，就是去的一种体验和一种就是尝试。综艺节目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压力，就尽量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在里面就自由尽情的发挥，尽情的享受那个过程就可以了。对。什么时候会觉得我太难了？跑通告的时候。可以用一句话安利江夜二吗？一句话可能说不完，要说好多好多。归根结底就是江夜二一定是一个很好看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认认真真看江夜二。可以透露一下自己这个角色的性格吗？就宁缺这个角色，他是一个有点小混混的那种感觉的一个人物吧，但其实他在戏里面的整个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他是从一个就是男孩到一个能扛起责任、能保家卫国的一个男人的一个，所以他在里面其实有很多他的魅力所在，就是可能为了达成自己目的不择手段呀，包括就是一打戏或者脾气一上来就不顾一切啊，为了心爱的人保护心爱的人，也是就是不顾一切这些东西，其实他有很多的魅力和发光点所在。在戏里面掉过威亚吗？那家常便饭。掉威亚感受就觉得好玩，然后是一个体力活，也是一个技术活。对，古装男一这个角色对未来你演古装剧有什么帮助吗？可能就是去熟知一些古装的表演形式，或者说古装的工作状态吧。你觉得拍古装戏和现代戏你更喜欢哪一个？要以前来说，我肯定喜欢现代戏，因为没有拍过古装戏，然后拍古装戏特别紧张，就是一听到要接古装戏的项目，都会特别就是有点小抗拒吧，因为自己就可能不会或者没接触过，会有一种未知的恐惧。但是我拍完江夜二过后，其实我会更偏向于拍古装了。其实就是大家生活中就每个人都是现代人，大家的吃饭或者怎么样的，都每个人都经历的是同样的事情，所以现代戏条条框框还是很多的。但是像江夜这种戏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就架空的事件，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大家其实没有见过昊天事件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没有见过那个会武功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可以就是你是怎么样，他的那个角色就是怎么样，所以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现阶段被称为人气偶像，这个词有没有给你带来束缚或者动力？束缚倒是还好，动力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做得更好吧，就人气偶像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没觉得我自己就是有这个称呼在的，对，就自己踏实做到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剧组里面把戏演好，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坚信的一个点。你觉得饰演这么多角色，哪一个跟你的差距会比较大，哪一个又比较像呢？其实说实话，距离最大的是我上一部刚杀青的年代里面的陈家树，因为他那个年代隔得很久远，然后他是有一个真正的历史背景在的，所以那个相对来说和自己现在的生活的差距是更大的，然后也是自己下功夫下的最多的一个角色吧。然后相对之前的道明寺和宁缺，其实陈家树也是都和我有一定的贴合度，但是另外两个的话，一个是江夜可以自己去想象，另外一个刘心怀是现代性，连离自己现在的生活也挺近的，所以离自己比较远的可能就陈家树吧。如果王鹤棣和宁缺超时空同框的话，会发生什么？发生不了什么，我觉得两人应该是很好的兄弟吧。经常接受采访的话，有没有不希望别人问的问题？没什么，就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呀。你觉得你目前最缺什么呢？缺很多的专业知识吧，对，就可能在剧组工作的时候和身边的专业的前辈或者说专业的就是同事之间，就发现其实自己缺少很多基础的一些就是理论知识也好，或者表演技巧也好，就这些是自己想尽快去弥补的一些东西。你最想拥有的一样东西是？目前吗？车。你觉得女生一个月多少钱才够用？那看怎么用了呀，不要钱也行啊，不花钱也能用啊，因为有男朋友啊。但你要看怎么用，你可以涂200块钱的口红，也可以涂20块钱的口红，那看你怎么用了。你觉得女生在什么地方最舍得花钱？化妆品吧。如果不做演员的话，现在会做什么呢？空乘，对，之前自己学的空乘专业，估计不做演员就是做空乘了。如何看待朋友圈仅3天可见？反正我自己是3天可见，所以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就是你发了过后，对当下大家看见了，然后后面如果再想看的话就看不了了。这个事儿是一个挺好的事，免得就别人在你朋友圈发你老黄历这种东西，对。你会去删以前的朋友圈吗？不会，因为我3天可见嘛，删不删无所谓，反正只有我自己能看。
除了演戏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改变形象或者不顾形象的去做呢？不顾形象的话，我觉得打球吧。对，打球会不顾形象，就每天灰头土脸的，然后就头发乱乱的，别个发带就可以上场打球了。对。什么事情会让你上瘾？打球、打游戏、演戏。吃过最难吃的东西是什么？榴莲。聊天中如果对方回复你一个哦，你会怎么回复他？还回啥呀？不回了呀，都结束了呀，聊天结束了呀。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呢？自个儿照镜子的时候。说一个最近不开心的事。最近没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最近挺开心的，就很多都双喜临门、四喜临门，对，就是自己连大杀青了，这些事情自己挺开心的。然后马上江夜2也和大家见面了，也很开心。所以最近其实很多值得自己开心的事情，没什么不开心的事。如果用一道菜形容自己的话，会用什么菜？火锅可以吗？就自己爱吃火锅，然后火锅也是我们四川人的一个属性吧，所以就火锅吧。如果用一道菜形容一下自己的理想型呢？凉拌折耳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折耳根难吃，但我自己喜欢吃，就是我自己知道它好吃就可以了。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没有啊？什么？你一出来，空气都是甜甜的味道。可以问一下小哥哥，你是哪里人吗？四川人。不，你是我的心上人。这是很久以前招了，因为。那你问我一条高级的。你觉得我是可爱的人吗？是。你是可爱。难点哟。这个要跑，要跑起来。来一个发狠的，就狠一点的。你的报警。你好，您的披萨。送外卖去。啊，真香！哇哦！哎呀，基本操作有什么？走。谢谢孟老师，谢谢。可以了，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好，再见。呀！拜拜。
好看。